龙浩辰一直未归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再问一遍，他去哪儿了？驱魔族送死了。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若龙浩辰有事，我绝不放过你。我把你生出来，是让你为了一个龙浩辰这样子威胁我吗？你没资格念他的名字。呀，你们两个都冷静些。言语，你继续守关。彩儿，龙浩辰和你爸爸在执行紧急任务，你和我一起去接应他们。宗长，您早就知道会有魔神的陷阱，那今晚为什么要来？以后你会懂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会有很多。你回去之后，把他们交给侠者大人，他会告诉你这东西的用处。记住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驱魔关。宗长，我只有彩儿一个女儿，龙浩辰，替我照顾好她。是彩儿的爸爸，这是。就准备好的逃生通道，帮我跟彩儿说声对不起。今晚的前行果然只是个幌子，宗长早就想好要独自面对两大魔神，到底为什么？还以为驱魔关军事总长起码是9阶，原来只是7阶，真无聊。早知道就不来了。既然来了，那你们就一个都别想走。禅之末，断翼！把你切成136块，好不好？身即地狱，无意定生死，目之所视，皆为我掌中之物。反同灵炉，去冲彼岸，开！7阶怎么会有领域？那可是排名第6的反同灵炉，能让他灵力瞬间暴增到9阶。哼，看来驱魔关军事总长真如传闻一样，有点东西。但一个只能持续1分钟的领域，又能干什么呢？能手刃你们，以告英雄在天之灵。怎么会这样？华姐！居然能将希儿伤成这样，有趣，有趣！反同灵炉，无云计。好棒啊！小鬼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狂热的兴致了。接下来的每一击都是对你尽情的摧毁。
我已经能感受到一点点疼痛了。再用力些呀！没吃饭吗？这点疼痛怎么体验过往的？还不够痛啊！你难道不想杀我吗？还是那群畜生的死根本激不起你的半点仇恨？他们是英雄，为人类和信仰而死。不管有没有凯旋，他们的英名都不允许任何人侮辱。反通灵奴，九死归元！洛仙，把他给我，我要让他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反正也快死了，你玩吧。很后悔来吧，你一死，驱魔关可就完了，你还谁也没救着，包括你自己。我既然来，他会怕死吗？我的意志自有后人继承，而你们也自有后人来杀。别丢下我，我害怕。我只后悔出发前没去看看彩儿。看来魔神皇陛下还是让你们过得太舒服了，居然妄图用这么高级的灵炉来杀掉魔使。这种好东西还是给我吧。放心，等我取出灵炉，我就把你做成最好看的标本，和其他人一起送回驱魔关。给我放开他！又是谁？烦死了！皓月，滚出战场！夜杀，潜龙剑！皓月，带着组长逃！雪儿，你也太狼狈了吧！不知死活，我得好好折磨你！皓月，漂浮术，兵分两路。你是逃不掉的。
么这么快就跑不动了？圣银灵炉，死父！皓月，快跑！这是我能争取到的极限了。暗炎牢笼！国王可没恩准你的立场。月之暗面，赤面，有意思，无忌暗语。月之暗面，空剑。快走！天真。霸王刺！彩儿，我来挡。浩辰，去死吧！谁允许你们？我的东西！奥斯汀·格里芬！你们竟然遇见了奥斯汀·格里芬！那你们怎么不把他抓住？如果能把他献给魔神皇陛下，可比拿下驱魔关的功劳更大。哼！若不是奥斯汀·格里芬现在还未恢复实力，只用威势镇住我们，你以为我们现在还能活着坐在这里？那更应该看他只是一只小跳蚤时逮住他。你们两个太弱了，要是本大王在国王面前彰显你的无知，也要适可而止。如果你被他注视过，你就说不出这种风凉话。那可是天谴之神的威势，那是一切万物的终点，是毁灭的化身，那是来自血脉的震慑之力。必须将这个消息回禀魔神皇陛下，请他亲自前来。慢着，师魔。奥斯汀·格里芬那股威势已消耗他90%力量，目前肯定藏匿在驱魔关内。而现在驱魔关总长已死，关内群龙无首。我们何不先取下驱魔关，再抓住奥斯汀·格里芬，待陛下前来，换取更多嘉奖。
我怎么回来了？总长大人呢？你灵力损耗过度，需要好好休息。灵心没事，现在正在接受治疗。可我明明看见他被……这就是反同灵炉的效果，它能为主人续上一条命，但也会封锁其记忆和生命，使其变成一个小孩子。变成小孩？反同灵炉续命的代价竟然这么大！越是排名高的灵炉，反噬也更厉害。但若不使用灵炉，面对2大魔神的围剿，你们也根本没有存活的可能。要不是我力量不够，也不会刘总长只身犯险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若不是你最后拼命维护，保住了灵心的反同灵炉，恐怕他就真的回天乏术了。对了，总长将我送走前曾给过我3样东西，让我全部带回来。魔族的情报。移花接木。驱魔令。总长怎么会把驱魔令交给你？总长只让我将东西交给侠者大人，说侠者大人一看便知。这块驱魔令是驱魔关最高军事指挥的象征，可以号令关内所有军队为你所用。这个太重要了，还是交给您来保管吧。这块令牌既然灵心给了你，肯定有他的打算。这物品应该是侠野和灵心貌似从魔族那儿带回的信息。高英杰，你好好保管。现在驱魔关内一切事务由我主持，你们先去指挥司，稍后带我一起破译当中信息。是。至于这个，是我们圣家的绝学，能在你体内任意储存一个技能，没有职业限制，释放时完全不需要消耗灵力，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秘技。灵心连这个都给你了，可见对你很是满意呀。祖父，将圣家绝学交给一个外人，我认为有失妥当。你们盛家的东西不要也罢。你们盛家？难道你不是盛家的？彩儿，你已经守了龙浩辰一整天，该跟我去看你爸爸了。与我何干？我又凭什么去看他？凭你身体里流着他的血，也凭他这次拼命的保下了龙浩辰。你还敢提浩辰？他会这样，完全是自找的。你说什么？他明知任务危险，自己送死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带上浩辰？要是浩辰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向彩儿，他是你爸爸，他为了驱魔关以身犯险，牺牲自我，不该被你这样诋毁。自你们抛弃我，让我独自试炼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。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？彩儿，不是你们说的吗？为了人类，为了联盟，总有人要牺牲。我可以牺牲，那为什么他不可以？一直到现在还在怪我吗？我为什么不能怪你们？我只是个被你们抛弃的工具。我一看到你们，就会想到我在无边黑暗与痛苦里度过的那些年，我就会想到你们毫不犹豫抛弃我的那一天。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们。而正是你口中的外人，一次次把我从地狱里拉出来，他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
抱歉，彩儿现在有些不舒服，我先带她回去休息一下。团长、副团长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曾经亲手将他推进了地狱，现在又再一次的伤害了他。我早就提醒过你们，不要过多干涉彩儿和龙浩辰之间的事。这次要是龙浩辰真出了事，我们和彩儿之间才是真的无可挽回。我们只是想保护他，想弥补他。我想好好爱他，林夕也只是想看看他选中的人到底如何。可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她已经不是你记忆里的彩儿了。你们之间隔着10几年的时间，她承受了万般痛苦，终于长大，已经不再需要你们的爱了。10几年，我的彩儿。如今这般后悔的，又何止你们？当初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我呀。浩辰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好。从前有个小女孩，她被探查出先天内灵力高达93点，是刺客殿的巡回圣女，拯救苍生的大英雄。这一天，整个刺客殿的人都很高兴，我们的女儿竟然是巡回圣女。小女孩也很高兴，她觉得自己成为了爸爸妈妈的骄傲。可是第2天，她却被爸爸妈妈丢进了一个很黑、
你是不是在我们重逢的第一面就认出我了？可你的眼睛，是因为勿忘我戒指。可是你为什么一直不和我说呢？我该和你说什么呢？终于又见面了，我很想你。还是失恋真的很辛苦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。什么守护人类、对抗魔族，都与我无关。我只是为了能守护你，这些我都不想说，我只想陪在你身边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我在哪里，你都会找到我。无论在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。浩辰，巡回灵炉的反噬会让我掌控不了自己的六感。现在我看不见你的脸，以后可能会听不见你的声音，甚至感受不到你的气息。我控制不了巡回之境，随时会暴走，会像之前一样伤害到你。在所有人眼里，我都只是一件用来杀魔族的兵器。可就是这样的我，超级喜欢你。你不是兵器，你就是采儿，你是我的采儿，是我最喜欢的采儿。晚安，采儿，祝你有个好梦。这2天，驱魔关迎来了短暂的宁静，只是皓月消耗过大，现在十分虚弱。总长大人也不知何时才能醒来。但每个人都不敢松懈，而是在竭力打磨自身。侠者大人，魔族月亮队的路线图被破解了。因为要彻底击溃魔族，我们还需要做的更多。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，魔族最大的运粮队伍将于今晚抵达。只要能将其截杀，魔族半年内都将无法对驱魔关发动袭击，秋宫也会就此结束。这就是你们接下来的任务。魔族运粮队行踪难寻，主要在于2个原因：第一，他们在地下运输；第二，路线变幻莫测。此次虽然付出极大代价，但我们也掌握了魔族的运粮行踪。接下来，只要能破坏他们的运粮计划，魔族秋宫便不攻自破。未来半年，驱魔关将安枕无忧。侠者大人，圣林新总长如今心智还未恢复，而您又要镇守驱魔关，因此这次行动，属下愿担任总指挥，确保行动成功。你有什么计划？根据路线情报，运粮车队在3日后就会抵达魔族大本营，而这个区域是魔族的警戒区，因此实际上可行动范围只有这个区域，时间已经非常紧迫。我们应当即刻出发，看距离，应该可以在这里将其截停。只要有足够的兵力，我们就能全歼魔族运粮的卫兵，再将车队摧毁。不妥，从驱魔关到你说的地点距离太远，而且行动人数过多，在魔族地域行动很容易暴露。即便能截停车队，若撤退时遭遇离袭，这个位置根本无法及时救援，极有可能导致全员被围剿，甚至团灭。你以为我不清楚？但你看清楚，这已经是最快的行动路线，我们没时间了。这就是最好的位置。只要能截停运粮队，只要能阻止魔族求攻，纵然有去无回又如何？哼，高领队莫不是贪生怕死了？李团长，您误会了，高领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，但我们的确该思考一个更好的行动方案。闭嘴！你只是个猎魔团团长，
军事行动轮不到你发言。够了，袁立，我知道你为灵心的事报仇心切，但此次行动关系重大，不可冒失。龙浩辰，你若有想法，就说出来。在魔族地域作战，任何情况都会发生，要确保成功又避免损失，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份情报。也许这里才是最佳的伏击地点。龙浩辰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那里根本不是车队的前进路线。杨兄，这可就得靠你的好队友了。我的好队友，阿黄，你可要加油啊！原来如此，利用线路图改造车队前进路线，将车队引至备用路线，这样既不会惊动魔族大本营，若有变数，反而更利于我方进行救援。再根据车队长度安排12组人马埋伏在通道四周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。我们团长真是天才！不过为啥把我们安排在了最远的车尾？感觉在暗示我们要吊车尾啊！没关系，只要能计划顺利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大地之力！这么重要的任务，没想到这么容易。看来每个车厢都会有警报器。若不是龙浩辰计划缜密，进行战术切割，大混战恐怕只会引来魔神围剿，那就真是有来无回了。团长，都清光光了！全怪你！拜托！本小姐这场毫无贡献，纯划水了。你们就不好奇魔族吃的粮长啥样吗？怎么是这鬼东西啊？好恶心！这就是他们的口粮。不，这应该就是准备送上战场的指挥官。上一次斩首行动中，我就发现他们很像工具人，遇到危机就会自爆，所以他们既是指挥官，也是魔族的炸弹武器。哇，魔族还真是没底线啊！那这车尾的2箱，该不会也都是运的指挥官吧？哼，那更好，将他们消灭，更快结束这轮攻势。糟糕，有危险！我怎么一动也不能动？这是机械魔族才有的震慑力！可恶，为什么动不了？团长，王月月会死的！给我动啊！正点亮
机械的嗜血贝塔，灵力起码2万点以上。这蚂蚁竟然只靠威慑力就击晕了王媛媛。林信，保护好大家。上引灵炉，牵引。韩宇，看一下王媛媛的情况。其他人准备随时迎战，叫人打。神域格挡。团长，别过来！这都伤不了他一丝一毫吗？团长！谁都不能伤害龙浩辰！怎么可能？这是9阶才有的领域技。这是什么力量？六道巡回，每用一招都会随即失去一感，直到6感尽失，成为一个无知无觉的活死人。不可以，彩儿！什么？可恶！不可以让他用！六道巡回第4式。1曲巡回。 这都伤不了他一丝一毫吗？ 1曲巡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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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
会用我的生命去守护彩儿一生的事，我会让你孤身一人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再也不会让你回到那个黑暗的世界。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们现在还很虚弱，不能保护你，但我们可以跟你融合，给你更多力量。我们绝不会让你失望。皓月融合，竟然有超7阶的实力。团长也太帅了吧！对不起，彩儿，我还是慢了一点。没关系，你没事就好。幸好这次只是失去了嗅觉，我还能听见你的声音，感受到你拥抱的温度。竟然是光元素精灵！传说只有在天地间最纯净的光元素中，才有1/10000的几率诞生出光元素精灵。他们生来无拘无束，极难被捕获。但只要与人类缔结契约，就会成为最顶尖的灵炉。为拥有者的任何光明属性技能增幅。它是所有光属性职业最梦寐以求的宝物，而且在联盟的记载中，已经有数千年未曾出现过他们的踪迹。没想到魔族竟然抓到了一个，还派了1名7阶魔族护送，这其中一定有蹊跷。力量会吞噬他，得先把他救出来。光羽双龙吟。小家伙，你太虚弱了。希望这些光元素能对你有用。我会将你带回驱魔关，交给侠者大人，他会安排人给你最好的救治。
团长，这是7阶嗜血贝塔的魔晶，去猎魔塔至少可以换2000功勋，我们这次赚大发了呀！团长，团长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本公主看首饰的眼光从没出过错，这条项链一看就不是凡品。什么宝贝？灵儿妹妹说的没错，这光泽，这质感，绝对是个难得的大宝贝。嘿嘿嘿。等等，团长，7阶魔族亲自护送的大宝贝，肯定很值钱，咱们自己留着吧。不，我准备把它上交。团长，为什么？猎魔团在外执行任务是可以保留战利品的。7阶魔族护送的东西肯定不简单，很可能关系到驱魔官的安危，所以必须由侠者大人来判断。最后一只，终于搞定了。领队，这次行动，我们团一共干掉了18只5阶魔族，第1名一定非我们莫属了吧？把最后一面土墙解除吧。这次任务已经完美结束，召集所有人回驱魔关。哎，妈呀！领队救命啊！居然是7阶的嗜血贝塔，是你们干掉的？当然了，领队，这可是我们团长亲手干掉的，是我们的战利品哟。他们居然干掉了一个7阶，怎么可能？弟弟，你没有受伤吧？姐，我没事。哈哈，好样的！听令，销毁所有物资，全员撤退。那群该死的跳蚤，偷了我们的路线图，本大王要将他们碎尸万段！真是废物，连一点东西都守不住。阿罗仙，现在怎么办？运粮队被毁得一干二净，没了粮草，那群炮灰都得饿死，我们还打个屁的驱魔关啊！你是说运粮队什么都没剩下？哼，连根毛都没剩。就连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那件宝贝都被他们抢走了，有意思。那件宝贝可是人类无法拒绝的诱惑，而那上面还留着国王的印记。继而，传我命令，把所有的军队全都撤回来。侠者大人，龙浩辰的战术非常成功，我方不仅没有任何人员伤亡，还将魔族运粮队和魔族的运粮通道尽数捣毁。很好，魔族半年内再无法对我驱魔关造成威胁。而且龙浩辰更是带领1号猎魔团，斩杀了魔族运粮队的首领7阶的嗜血贝塔。哦，浩辰这小子竟然能越2阶斩杀魔族，所以侠者大人，我知道，你就是想给那小子多发点功勋嘛。还有一件事，龙浩辰他们在击杀完嗜血贝塔后，在他身上发现了这个，只是属下暂时也看不出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光元素精灵？什么？光元素精灵？
这种灵炉不是已经几千年没有出现过了吗？为何落在魔族手里？越是罕见的灵炉，越是难以预料现世之地。不过这小家伙被魔族折磨了这么久，再不治疗，恐怕命不久矣。小家伙，我知道你们元素精灵都向往自由，不愿成为别人的灵炉。但现在我可以帮你治疗，也请你给我们人类一个与你结契的机会，如何？侠者大人，驱魔关最适合这个灵炉的，就是光耀天使团。如果能将这个灵炉交给我们，驱魔关的实力一定会大大增强。光元素精灵天生灵智，让他自己择主最为合适。传令，驱魔关全员集合。好了，加上这次的收获，咱们团目前一共有32662点功勋。哇，比第2名多2万多，咱们岂不是稳居第一？没想到这次行动竟然拿到了这么多功勋！除了任务奖励每人200点功勋，击杀嗜血贝塔每人又额外奖励了300点。嘿嘿，等回生成了，我要把猎魔塔的东西全买个遍。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这是你昨晚召唤出来的小猪？不对啊，召唤时效应该早过了吧？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会是我的生灵之门又出问题了吧？要不我们把它做成烤乳猪吧？你最好先检查一下你的灵魂契约。我不要！我的本命召唤兽居然是这个小东西！本命召唤兽，本命召唤兽可是召唤师一生中最重要的魔兽伙伴，而且每个召唤师一生都只能拥有1只本命召唤兽。灵魂契约一旦签订，就再也不能改了。我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和他缔结的契约。这下好了，这只小猪除了吃还能干什么？姚文章会嘲笑我一辈子的。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他能和你悄无声息的缔结契约，绝对不会是一只普通的小猪，说不定他有成长成为神兽的潜质呢。听到没？团长要你以后变成神兽。对啊，你看皓月同样那么小一个，不一样很厉害。对了，团长，皓月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昨晚战斗皓月消耗太大，已经陷入沉睡了，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。啊，皓月不在，我们团的实力可大打折扣。小子们，快出来，有好事喽！团长，他们把我们上交的玩意儿拿出来干什么？难道说是打算还给我们？交都交了，你就别再惦记了。没错，是打算还给你们，但不只是你们，是这里的所有人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么神秘啊？对呀，到底是什么宝贝啊？这是光属性职业者梦寐以求的至宝。在场所有光属性职业者，出列！光元素精灵！哇！看来侠者大人已经医治好他了。什么？怎么会是光元素精灵啊？
天哪，团长，早知道我们说什么都不交啊！你知道这东西几千年没出现过了吗？别说500功勋，500代功勋也换不来一个光元素精灵啊！看来我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。释放你们的光明气息，光元素精灵选择谁，谁就能得到它。但一切随缘，不可强求，否则军法处置。尊贵的光元素精灵，我露西先天内灵力62点，希望能与您定下平等契约，将光明照亮整个大陆。先天内灵力76，目标是神印王座。先天内灵力高有什么用？我可是6阶巅峰，比光元素亲和力还是比你强点儿。光耀天使团团长李元令，7阶巅峰守护骑士。对于光元素精灵，我们光耀天使团志在必得。为什么这么多人的光元素都没有那个人的温暖？团长，你快释放光元素啊！这么稀罕的宝贝，可不能给他们拐跑了。你看，我们这些人围着他，像不像一个囚笼？小家伙，小家伙，你太虚弱了。希望这些光元素能对你有用。是他。我的等阶比他们高，我的先天内灵力高，快选啊！选我！我对光元素的亲和力最高，一定是选我。哦耶！真的太棒了，团长！怎么会这样？他连光元素都没有释放。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？你对光元素的亲和力怎么可能比我们团长更高？你肯定使了诈！光耀天使团出列，先拿下他再说。怎么想打架吗？怎么想打架吗？哎呀，这小丫头怎么这么容易生气呀？小家伙，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吧。侠者大人，龙浩辰确实一点光元素都没有释放，但为什么他能吸引到光元素精灵？我怀疑他暗中做了什么手脚，肯定耍了什么花招，干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。在李团长面前使诈，你太大胆了吧！都给我闭嘴！光元素精灵的选择，完全以他的意愿为主。这是绝对毋庸置疑的事实。不过，你们要是对龙浩辰的光元素亲和力有所怀疑的话，倒是可以另外和他比一场。侠者大人，此话当真？当然。怎么，你还要和龙浩辰再比试一下吗？是的，在战场上，最好的刀就是要给最强的人。我作为光耀天使团的团长，如果能得到光元素精灵，就能大幅度提升整个光耀天使团的实力。龙浩辰，你愿意吗？凭什么？他都已经试过一次了，是光元素精灵没有选他啊！李团长，我并没有做什么手脚，但我可以答应你的比试。好，如果你输了，就将光元素灵炉还给我；如果我输了，就给你我的全部功勋。不公平！你全部功勋加起来能有多少？1万点？10万点？但这可是光元素灵炉啊！整个联盟都有价无市的存在，这个赌约根本不对等。那你想怎么样？
有了，如果你输了，我还要你给我们团长道歉，叫声大哥，因为我们团长的人格可不容你侮辱。好，赌约成立。什么情况啊？猎魔团的新人要和光耀天使团的李团长比试，哇，牛啊！不记得新人就敢和七阶巅峰的李团长叫板，肯定是李团长赢啊！谁？团长让你说，团长叫谁新人？龙浩辰必胜，给我们一赢长脸！长脸！听着，不管你耍了什么手段，接下来我都会堂堂正正的击败你。这恐怖的威力，毕竟是七阶巅峰的守护骑士，如此强的光元素亲和力，他之前根本未尽全力。这么多光元素都朝他飞，团长不会比不过他吧？光元素精灵就该交给最适合他的人，你认输吧。啊！怎么回事？光元素怎么都朝那小子去了？不会吧？这是……怎么可能？你明明才5阶！光明之力的强弱本就与等阶无关，这也太牛了！和光明之子比光元素亲和力，不自量力。5阶就有这么恐怖的光元素亲和力，大姐夫的先天内能力到底有多高啊？李团长，结束了吗？可恶！气死我了！你输了。团长！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输？全力，你想干嘛？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你没事吧？团长怎么输给他啊？愿赌服输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出言挑衅，屡次怀疑你。多谢李团长了。还有道歉与大哥呢。龙大哥，团长居然输了，而且还下跪。团长，团长，光元素精灵已经选择了主人，大家散了吧。哈哈哈哈！团长就是团长，言而有信。是我们的，终究会回到我们手里，抢都抢不走。彩儿，我们走吧。这小子明明没有释放光元素亲和力，到底是怎么让光元素精灵和他走的？祖父，将所有部队撤离，在此驻扎。安洛仙，你就这么有信心他们会中计？哼，光元素精灵可是人类无法拒绝的诱惑，但要是谁敢吸收它，必定会触发国王设下的印记。等着瞧吧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
是时候兑现我的承诺了。小家伙，你选我吧，我放你自由。我向光明神起誓，绝不食言。快走吧，小家伙。对，彩儿的生活里不能只有我，她也需要靠自己走出那段阴霾。那好，正好难得清闲，介意陪我走走吗？好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孔明灯，每一盏都代表着一名牺牲的战友。这些人都来自五湖四海，他们本来过着各自的生活，有各自的人生，但他们全都跋涉万里来到了这里，走上了同一条路。爷爷，我一定会延续巨灵神血脉的传说。一条很难走、很长，必须要每个人前赴后继才能走下去的路。慢点，慢点。终于练出来了！凝聚了7阶贝塔之力的是血丹。我曾经祈祷上苍，但我的爸妈并没有回来，所以我早就不信这些了。心意就是心意，哪需要什么回应？我敢肯定啊，他们无论去了哪里，都一定还在关心着你。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太久，我也已经失去了太多战友。快走啊！我下去照顾好小雪。这条路注定凶险万难。假如有天我也离去，你们会接替我继续走下去吗？即使前方没有炬火，也要化身唯一的光。高领队，一定会有一条路可以终结这场战争，而我们也一定会一直走下去的。很好，这是我的最后一条规矩。这么重要的宝贝，终于还是回到了我手里。多一个灵炉，人类的实力就强大一分。你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人类的复兴，既然他不要你，
就由我来接收你吧。一旦融合了光元素灵炉，我必定突破8阶，9阶也指日可待。就算是那最强的神印王座，我也有信心能争取一二。将来终有一天，我一定能带领人类，将魔族彻底赶出我们的家园。光元素精灵在呼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会有魔神之力？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是标记，我体内怎么会有魔神的标记？你们看，这不就来了？有了这个传送通道，我们就能直接降临驱魔关内部。我族数千年不曾踏入的地狱，今日将不复存在。我保卫我！很好，让我们将奥斯汀·格里芬的尸体摆在驱魔关的废墟上，迎接魔神皇陛下的到来。小的们，跟随本大王一起踏平驱魔关！踏平驱魔关！魔族居然直接侵入了驱魔关内部，这怎么可能？